去找房子，又到了1年1度要换房子的季节了。我们今天去的地方离市中心比较远，车程的话差不多20分钟、25分钟左右。一般这个距离的话，会那种别墅小区比较多。这次我们通过脸书找到了房源，利用平台的聊天功能，我们与中介约好了看房时间。实际上，我们看房时基本上都是采用这种方式。如果你对地理位置没有特别要求，这种方法不仅直观，而且简便。是这间吧？我们俩从未住过别墅小区，所以很久以来一直想尝试，却总是犹豫不决。主要有几个原因。首先，别墅小区通常距离市中心比较远，而靠近市中心的别墅价格极为昂贵，而且无法享受宁静悠闲的环境。其次，住在别墅通常意味着放弃窗外的美景，除非选择半山腰上的别墅，但那又是另一种高昂的价格。还有，别墅小区往往距离健身房和泳池较远，这也是一个不便之处。这厨房不错呀。厨房这个没有抽烟机，开着窗户得做饭的话。窗户的话，你得放4个窗户。要不然就得自己安一个。这个门怎么有个缝？在这里。厕所有点旧。在看房时需要注意几个细节。首先，检查热水器的调温功能是否正常，最好亲自测试一下。许多老旧的热水器要么水温太凉，要么太烫，难以调节到合适的温度。空调也是非常重要的，务必确认制冷效果和噪音情况是否正常。此外，冰箱也可能存在制冷问题，这一点一定要确认清楚。还要检查窗户和纱窗是否完好无损，这是不可忽视的细节。我们现在住的房子里有一个安装在厨房下水槽下的水油隔离箱，这种装置很容易产生异味，而且清理起来非常麻烦。如果看房时发现这种设备，建议慎重考虑。这次我们因为还没确定是否要入住，所以没有特别仔细检查。灯挺好看的 ，OK， 感觉这个装修风格还是挺喜欢的，挺好看。1楼比2楼凉快多了。所以不能做那种大平层，大平层的话太阳直射就特别热。这个的话，你白天可以在楼下，上面有遮挡的一层。这里还能放投影机，投个影啥的。平时就这一块，我觉得就咱俩活动了。这边你看位置挺大的。楼上那边基本上白天是用不了太热的，晚上睡觉还行。这对面的房子也是挺好看的。院子还不小，我这个草坪什么的，感觉就有点没管理过似的。它这个房子装修风格就是用最少的钱弄得还挺好。这边铺了石子，这样好管理一些。小时候看漫画，看那些日本漫画的话，有那给小孩钱，然后让他们拔野草。就是拔这种草。哇，这种小区，这种祥和的感觉，特别喜欢。如果你对房子满意并打算租下来的话，房租是可以商量的。根据我们的经验，一般可以讲价1000到2000泰铢左右。我认为房东在定价时就考虑到了溢价空间。通常在泰国租房是押2付1，也就是押2个月的房租，再预付1个月的房租。这种形式比较普遍。有些人在谈租金时会询问签2年或更长时间的租约能否优惠，或者一次性支付1年的房租，问能便宜多少。这种谈法通常可以争取到更大的折扣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就这种小区也可以啊，其实房子装修了还是挺好看的，不过感觉就没花什么钱。基本的是吧？清迈这种小区可多了。我们现在是往那个泳池跟健身房走，这个走过去也是很长一段路。
很多人担心押金在退房时拿不回来，虽然我们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，但无风不起浪，肯定是有这种事情发生，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传闻。我们一般在租房时会考虑到有可能收不回押金，把这部分费用算进房租里，或者就当自认倒霉，心里也不会特别难受。事后我们肯定会找律师处理，虽然这样可能会很麻烦，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，但也不能让他们轻易骗到我们的钱。总之，别让自己过于担忧。我看小区大部分都是在入口那边有健身房跟泳池，像不像那个游乐场似的？哦，好累啊！还有人玩水呢，在那边底下阴影处。就住在这里的话，基本上去市中心是有点负担吧，没有自己的车。有自己车也不近，反正就是郊区。是2万泰铢一个月。不过刚才我们去看了一下泳池跟那个健身房，就设施比较老旧，然后健身房我看他们都没有空调，都开着窗户开着大风扇，然后在那儿跑步。对，那个泳池旁边的那些地砖地面看就是比较老旧的小区，但是维持的挺好。小区环境挺舒服的，非常安静，又在那种从家里到泳池的话走路得要15-20分钟，这有点远，反正慢慢看吧。哇，暴风来临之前